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个，可以说正在彻底重塑我们跟人工智慧互动方式的全新概念。好，我们就直接从这句话开始看。这是一个 OpenAI 的工程师给他团队下的一个，可以说是相当激进的命令。他直接说：我禁止你们碰任何程式码编辑器，你们必须指挥 AI 代理人来完成所有工作。这句话可以说完美的为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AI 新时代揭开了序幕。那提出这个有点疯狂的想法的人是谁呢？就是这位工程师 Ryan Lopapolo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非常大的规模在跟 AI 协作。为了让大家理解那个规模有多大，你看这个数字，他的工作每天会用掉超过10亿个 AI 代币。你可以把这个代币想象成是 AI 思考跟运算的基本单位啦。那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用量，也让它发展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新概念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驾驭工程 （Harness Engineering）。所以，这个驾驭工程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其实光听这个名字，你就大概可以猜到一点了。它的核心想法其实很生动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的 AI 就好像一匹力量超强但野性难驯的骏马。那驾驭工程要做的，就是为这匹野马量身打造一副马具跟缰绳，让我们可以引导它强大的力量去完成我们指定的复杂任务。这里就带出了一个超级重要的公式：一个真正能做事、有生产力的 AI 代理人，他并不是只有那个很聪明的大语言模型而已哦。不，它是这个聪明的模型，再加上我们为它打造的这一整套驾驭系统，两者加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 AI 代理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。它其实是我们跟 AI 互动方式演进到现在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下一步。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分成3个阶段，大家回想一下。第一阶段，我们都在学什么？提示工程嘛，就是学怎么问对问题，下清楚指令。然后我们进到第2阶段，叫上下文工程。这时候我们学会要喂给 AI 正确的参考资料，让它有足够的背景知识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就来到了第3阶段，也就是驾驭工程。现在的重点已经不是单纯的沟通了，而是我们要如何建立一套管理系统，来确保 AI 能够自己独立而且正确地持续完成我们交办的任务。好，那这对我们人类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个影响可大了，不只是对技术专家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来剧烈的转变。在这个新的世界观里，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这句话：程式码是一种免费而且充沛的资源。这句话真的超颠覆的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未来亲手去写程式码这件事，本身已经不再是稀缺的资源或瓶颈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张图就说得很清楚，工程师的角色彻底转变了，从过去那种坐在电脑前一行一行写程式的实作者，变成了一个高层级的战略指挥官。他的工作变成是设计整个系统的架构，然后去指挥 AI 代理人来完成任务。没错，这个新的合作关系就是这么简单。人类负责掌舵，决定大方向，而 AI 代理人呢，就负责去执行所有第一线的繁琐工作。我们动脑，他动手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我又不是工程师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这个转变呢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意味着 AI 会从一个你问他答的工具，进化成一个能主动帮你做事的助理。等于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24小时全年无休的数位员工，帮你整理爆炸的信箱，自动安排会议，管理你的行事历，甚至在你一声令下，就帮你把简报、影片都做好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么强大的数位员工，我们要怎么管理？总不能让他乱来吧？所以这里有一份非常实用的 AI 使用手册。要安全地指挥你的 AI，核心只有3个步骤。第一，设定边界。
就像给新进员工一份清楚的工作说明书一样，你要明确告诉他什么该做，更重要的是什么绝对不准做。第二，按需给予工具，不要一次就把所有权限都开给他，而是他执行特定任务需要什么工具，你才暂时把权限给他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第三，你必须是最终的审核者，让 AI 去做事，但最后的批准权一定要在你手上。所以关键就在这句话，最重要的那个按钮是你亲手按下去的那一个。你可以让 AI 帮你把邮件草稿得拟好，或把网络购物车塞满你想买的东西，但最终那个传送或是付款的按钮，拜托，一定要是你自己按下去。聊到这里，就为我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思考题：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任务都交给 AI 代理人去执行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认为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交出去，必须永远专属于我们人类亲手来做的呢？